只要我们不说再见，就没有什么能将我们拆散。幻神凝露的炼制方法，老师已全部示范过了。现在随机抽取一组同学来实践一下。那就有请夏燕小组来演示吧。夏燕同学，啊，在。其他同学也默写下咒语和配方，我逐个检查。哎，这是要做什么？8种，上节课不是才讲到第2种吗？我怎么……我来。没事了，总算有个机会让我出点力了，没有一直拖你后腿。没什么，可能是最近复习太累了吧。要不要一起去食堂？最近几天有特制的血泊豆糕点。好啊，那走吧。幸好我今天巡逻工作结束的早，再晚一会儿可就没做了。是啊，不过最近院里出了几件怪事，我又被学长叫去帮忙了。哎，我说了你别害怕啊，咱们书院最近好像发生了灵异侵袭。是真的。藏书阁里的书卷被莫名打乱，花院里有附着冰冷凌厉的食物残渣，凌晨的走廊飘荡着恐怖笑声。
就是，院里怎么发生灵异侵袭啊？偷偷跟你们说，有学长怀疑院内可能有外人潜入，来盗取一些珍藏的术法机密什么的。反正最近到处都在严查，等我们把他抓到，到时候……怎么啦？又不是抓你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就是。我怕复习功课的时候饿了，准备晚上当宵夜吃的。我先走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对不起，先别生气好吗？我不是故意让你担心的。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老实交代。别急，其实这本卷轴我已经研究过了，并不是危险的禁术。之所以有禁术标志，是因为术法尚未完成，无法确认效果。浮空之境这种术法，可以开辟穿越山海的隧道，形成在两地间任意穿梭的术法之门。当然是有用呀！要是能成功施展这门术法，连通玄都术院和诺克斯学院。哎呀，那样的话，哪怕我回到诺克斯学院，想你的时候，也可以随时过来见你了呀。就算可以随时通讯，可终究不是真的见面。我无法接受这个学期结束后，我们就会天各一方。如果有了浮空之境，我们就可以随时在这里相见，就和现在一样。我只是不想和你分开。毕竟是高阶术法，又从未有人成功施展过，我也不确定结果会怎样，不想让你失望。所以我想先偷偷努力一下，等浮空之境顺利形成，再将它当做一个惊喜礼物送给你。没想到，反倒被你先发现了。哦，只差最后一步。卷轴上说，浮空之境的形成需要纯澈灵犀作为媒介。
如果我们能找到蕴含这种力量的能源，就可以按照已有的步骤驱动术法之门了。跟我来。李小明，这个卷轴就是他找到的，除了他以外，没有人知道关于浮空之境的线索了。喂喂，我要的东西呢？啊，血泊豆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味儿。糕点给你了，线索呢？这几天你提的无理要求我都帮你完成了，你也说了这是最后一次。如果再不交代，我可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。哼，怎么，今天有人陪着，底气都足了？你信不信我？啊，好好好，告诉你就是了。你俩把手放上来。来都来了，再说，这小子忙前忙后的是为了谁？你心里还没数吗？这几日我已充能完毕，就让本前辈赐予你们指引吧。哎，别不说话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急什么？让我看看。方位向坤五行木中有水。玄都书院西南有没有什么依山傍水的好地方？这就对了。所谓纯澈灵犀，一定不是如一潭死水，一成不变，而是如鲜活生命，延绵不绝。那座森林里栖息的灵霭之鹿，曾是玄都书院初代校长的坐骑。如果能取来它的七彩绒毛，一定能激活传送门。哎，什么禁不禁地的，都是初代院长立下的规矩了。那时候世道乱，觊觎瑞兽灵力前来盗猎的人也多，所以才设下这个结界，又不是用来防你们这些正经学生的。放心，我们并不会伤害栖息在那里的生命。如果被人发现，处罚我一人承担。那还不简单？此符可以掩去你们的活人气息，等到了森林门口，就将它贴在脑门上，屏住呼吸，蹦着进去就可以了。先试试看吧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的。就是这里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把符咒贴在脑门上，屏住呼吸，蹦着进去。
出发。成功了！哼，算我没白给他上供。他要东要西的，胃口又大，我又不好意思偷食堂，自己都好几顿没吃饱。藏书阁嘛，我总不能大白天带着禁书卷轴去翻找资料吧，只能半夜偷偷去，又不敢开灯，没注意就放乱了。至于恐怖笑声，是有一次我在宵禁过后翻墙进宿舍，被巡查的学长发现了。他真的跑得好快，为了不被当场逮捕，我只能给他施了一个笑笑咒，谁想到他嗓门那么大。再后来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谣言越来越离谱，我又不好解释，只能装作不是自己干的了。素云雀体型娇小，会将巢穴搭在花枝上，可能是风把她的家吹落了吧。幸好花地柔软，没有给小鸟摔坏了。让我看看，啊，真可爱。忙活好了，我们也该去找灵霭之路的线索了。花海这么大，也不知道它会在哪里。哎，你是让我们跟着你走？听不懂，但直觉是这个意思。你看那边，是灵霭之路。放心吧，这是我特意管在后山饲养瑞兽的朋友借的。我看他的灵喵子们被梳毛的时候，可享受了。啊，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？他的那只粉渐层灵喵子，明明没梳几下就有一大团绒毛了呀。是不是灵鹿的营养太好了，怎么完全不掉毛啊？没关系，我换个地方试试。有了，不过这里，哎，怎么还打结了呀？没关系，我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别急别急，喂，我可不是来给你们做瑞兽美容的呀。对呀，难道是和鸮花或者锦纹灵喵子一样，在不同部位有不同花纹吗？快跑！
这可能就是做贼心虚。这上面也有这个标记，就在卷轴末尾，像落款一样，应该是术法的创作者留下的。很有可能。这么看来，我们的研究方向没错。不过，没有灵犀的迹象，这座大门应该并未被启用过。肯定是因为他不像我们这么幸运，能顺利获得七彩绒毛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路？我的声音怎么了？我。怎么撸？怎么撸？啊，葫芦！要是我变不回来了怎么办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啊，别碰，丑丑的。说什么路？气死我路！先回书院，我要去找那个只会帮倒忙的倒霉鬼算账。是夏燕队长。喂，你没看见学姐也在吗？打扰队长他们干什么？那现在跑也来不及了呀。是啊，哎，队长你怎么了？怎么一直不说话啊？舅舅。啊，队长，你没事吧？那谢谢学姐了。队长，我们先走了。听见也无所谓，有你在，变成小猪也不怕了。又是这样，帮了倒忙就跑。
都是我的错，别怪他喽。这是，哎，我好了，你听，我好了。反正已经被校长发现了，不如……校长，关于浮空之境的线索，可以请您指教吗？这个书法对我很重要，在离开这里之前，我必须要完成。至于之前违背校规的后果，无论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真的，拜托您了。你快休息一会儿，我一个人写就可以了。反正校长让我们写完了就自己走，他也不来检查，谁抄多谁抄少也无所谓嘛。对哦，毕竟是我自己做错事，被罚也是应该的，就是连累了你。现在想想，还真有点后悔。我后悔当初非要独自逞英雄，只想赶快完成给你个惊喜，却浪费了许多本来能与你相处的时间。如果我们能从一开始就并肩作战的话，无论成功或失败，一定能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吧。怎么不算？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要我说，别人想抄100遍检查，还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呢，对不对？剑术标志？不能吧，这可是校规啊！难道是卷轴检测到我们抄写完成，给我们颁了一朵小红花？真美，像画里和梦里才会看到的一样。听说高阶法师可以创造自己的结界空间，应该就是这样的世外桃源吧。来者何人？为何擅闯此地？我们是玄都书院的学生，并不是想故意打扰前辈清修，只是……玄都书院，哼，知道了，又是那白佑干的好事。说吧，他让你们来做什么？校长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任务，
不过，100多年了，竟然还有黄毛小子想用这招，哼，算你有品。难道您就是浮空之境的创造者？哼哼，当年我也是不远万里来此休息，偶遇佳人，惊鸿一瞥，念念不忘。我本想在密林之森搭建一座鹊桥，令我2人可以随时相会，只可惜，没想到在节日舞会上，竟有人先我一步向他告白。若不是我埋头钻研浮空之境，怎会让他人趁虚而入？真是可恶，可恶！罢了，我一点也不在意，也不在乎他们是青梅竹马、两情相悦，一点也不。至于那道术法，我虽不想半途而废，但或许是因此心已死，驱动数次都以失败告终。再后来，我决意闭关修炼，又怕那卷轴会引起什么风波，便以符印为禁，收在藏书阁中。却没想到，它还有重新问世的一天。如此，也算有缘。这个小玩意儿，就给你们吧。多谢前辈。浮空之境需以纯澈灵犀作为媒介，你们需要的尽系于此。当年我没能做到的事，希望今日能有人完成吧。我一定会完成。唉，也不知道灵霭之路到哪里去了。之前光顾着逃跑，也没来得及好好和他道个歉。希望他已经不生气了。他不会被我们吓跑了吧？还会回来吗？唉，我当时也是脑子一热，对不起。他好像原谅我们了。我感觉到了，就是这里。不知道，明明咒语都是正确的，但我确实感受到缺少了些什么。
我好像听见你的心声了。我就知道，我们一定可以的。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做法，关键在于我们一起。既然术法的作用是连接两地，那么始点和终点缺一不可，需要地方起飞，也需要地方降落。只有验证了向彼此奔赴的决心，才能让两点结成一线，连通真正的浮空之境。或许，这就是强大如这门术法的创造者也没能完成它的真正原因。有段时间，我曾陷入一种矛盾的情绪中，越是喜欢你，越害怕我们注定到来的分别。只要想着我们可能会天各一方，我就已经开始思念你了。幸好，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这是我们共同开启的第一步，后续我还幻想过很多计划呢。如果能把这门术法运用在世界各地，那些彼此思念的爱人和家人，也能像我们一样随时相见了。现在的我远比不上那些伟大的术法家，做不了什么改变世界的事，但至少可以用一点努力，换这世上少一点分别。因为有你，我才更能懂得其中的幸福感和意义。只要我们不说再见，就没有什么能将我们拆散。噜噜，噜噜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快看看我吧！明天阳光很好，你愿意和夏燕一起到密林之森约会吗？嘿嘿，就知道你会答应的。那我们说好了，明天见。怎么等不及了？既然说好了约会，我就一定会来的。我想，我还是太不自量力了。我本以为我能做到的，当作我们没有分别，告诉自己总会再见。可我的心早就已经在想你了。原来想一个人的心情也会无穷无尽的生长，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。我可不敢再逞强了。这次之后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每天都想，
只要你愿意听，我每次都说。其实，已经无需约定了。今天还有很多时间。你的约会提醒小助手已上线。下午好呀，马上又能见面了，有没有想好今天一起去哪儿？没错，我现在就是特别开心，毕竟和你见面就是我一天里最高兴的事呀。好了，不卖关子了，没想到又是一下子就被你看出来了。今天确实还有一件大好事。还记得之前关于浮空之境的后续计划吗？让和我们一样彼此思念的人都能随时相见。我和诺克斯学院的老师们商量了这个想法，本来不敢抱什么很大的期望，没想到他们全票支持。虽然在世界各地构筑浮空之境的难度很大，但我觉得这会是我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。最重要的是，由于浮空之境的起点设在玄都术院，想要将穿梭路线继续扩展，需要从那里开始。等到下个学期，我就可以带着这个任务继续回玄都术院学习了。这件事一定下来，我就等不及要告诉你了。哦，不过暂时还不可以和别人说。真好啊，又能回到我们一起上课，一块儿去食堂，做什么事都可以形影不离的生活了。唉，你说人真是会变得贪心啊。本来觉得浮空之境筑成，能每天见你一面就很好了，可总想和你相处的时间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无论我们已经拥有了多少，好像都还远远不够。怎么样，算是件大好事吧？一会儿我们好好庆祝一下吧，就我们俩。我现在马上过。哎，你已经在密林之森了？难道是我乐极发昏迟到了吗？提前到了可以早点告诉我呀，别一个人等。啊，那再稍微给我一点时间，一会儿见。